美国逼着乌克兰谈判，而泽连斯基呢开出了一个条件，这预示着俄乌冲突的最终解决，其唯一出路就是继续打下去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近日，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后，拜登政府罕见地释放了要求乌克兰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信号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，如果泽连斯基一直拒绝与俄罗斯谈判，他将面临盟友乌克兰疲劳的风险。美国官员私下警告乌克兰政府，他需要表明对与俄罗斯谈判的开放态度。这时，很多国内的自媒体认为，这是美国将要抛弃乌克兰，或者是出卖泽连斯基的信号。乌克兰方面的确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，并且不断公开与俄罗斯展开谈判的态度和条件。但是，如果你以为乌克兰只是美国的傀儡，美国要求谈，俄乌就能谈出结果，那你可能就错了。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回应称，基辅从未拒绝停战谈判，并强调始终坚持俄军要彻底从乌克兰撤军，双方才有可能谈判的立场。波多利亚科声称，因此我们的评估是建设性的，我们将与下一任领导人会谈。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公开了其具体谈判的条件，这些条件包括：第一，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，也就是说要恢复到1991年的边界；第二，尊重联合国宪章，取消俄罗斯在乌克兰4个州所搞的公投；第三，赔偿战争所造成的所有损失，据估计这个损失高达数万亿美元。另外，要惩罚每一个战犯，你也可以理解为乌克兰方面要对普京进行问责。俄罗斯方面对谈判的态度呢也非常有意思，克里姆林宫愿意与西方展开谈判，与乌克兰的谈判需要有西方国家参与的情况下才能进行。那么美国要求乌克兰与俄罗斯谈判，是否释放了一个将会出卖盟友的信号呢？不过还真不能这么理解。白宫回应表示，拜登总统致力于通过跨党派合作来支持乌克兰，要与共和党一起合作。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动摇。要注意一点，虽然亲特朗普的极右派共和党议员认为美国援乌的规模过大，但是更多的共和党人普遍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。而拜登在推动对乌援助400亿美元之后，目前呢还计划追加112亿美元。从美国整体国家战略的角度看，利用乌克兰军队打出一个虚弱的俄罗斯几乎成为了他们的共识。比如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指责拜登给乌克兰经济开空头支票，誓言要做得更好，包括加快向乌克兰提供射程更远的武器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，既然美国政坛的共识仍然希望继续援助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，拜登政府为何又要施压乌方进行谈判呢？首先，拜登政府在中期选举期间所释放的推动俄乌和平的信号，主要是为了争取部分选民的支持，要继续给乌克兰援助，又要求乌克兰与俄罗斯谈判，这样才能迎合绝大多数美国人的需要。其次，乌克兰也需要把战争持续的责任甩锅给普京。泽连斯基需要考虑西方社会的诉求，避免一刀切的拒绝谈判，这也是舆论战和外交技巧的需要。西方社会存在着对乌克兰战争的疲劳症，美国和乌克兰需要演一场双簧。最后，同意与俄罗斯开始谈判，不等于双方可以谈成。乌克兰提出的条件，俄罗斯根本就不会答应，这更像是施舍羞辱。你也可以理解为，乌克兰也需要把不进行和谈的责任推给俄罗斯，因为他们提出的条件是俄罗斯根本就不会接受的。美国还想通过这样的警告
给俄罗斯和欧洲发出一个信号，那就是美国想控制俄乌冲突的烈度，也想实现欧洲和平。总体来看，美国施压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是个假象，它更像是美国与乌克兰在演双簧，一方面忽悠俄罗斯，一方面安慰欧洲国家。实际上，美国更希望俄乌保持目前的冲突烈度，双方再打上个10来年，以便为维持美国的霸权做贡献。这显然才是美国险恶用心之所在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